各位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养了多年的，而且我比较喜欢的一些生石花品种和价格无关当然现在价格也都已经挺便宜的但是呢，你要这样一盆盆把它们养好确实也挺不容易的。有些生石花在这个盆子里已经待了好多年了最少的也有待了将近1年，所以说这些都已经是老根老盆了这个是纹丝不动的这种状态都不动了。因为时间久了，每一盆我觉得都有它一个故事那今天呢，我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吧。首先这一盆是 F109R F109R 以前是非常贵的单颗可能会100块单头吧现在单头我估计10块20块钱就能够搞定了这个品种的特点呢是这个纹路很深而且很粗，这个颜色呢在顶生的状态也是这种红色的这一盆在里面也挺长时间，都早就发根复盆了。你看这边已经又开始蜕皮了，蜕皮有早晚但是你只要它发根复盆了，它就一定会蜕皮成功一般来说看起来这么健康好，这一盆其实就是全窗的紫薰编号可能是 C153吧，具体我忘了但是去年被别人取了个名字叫什么和田玉我也是听其他网友这个介绍的，所以说价格也炒得老高的这一颗本来夏天的时候都已经干瘪快死了，但是到秋天的时候一泼水下去又饱满了现在也是进入到蜕皮期以后状态会越来越好。这一盆应该是 C297A 的这个中文名我倒忘了叫奶油寿丽吧，应该说绿奶油寿丽它是绿色的像这种品种是相对会比较容易土长的前几年到我手上这个逐步养成了这个群生现在是4头的群生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绿色系。这一颗是大年份的拿铁祖宗吧，就是前几代没有被优选过的拿铁其实并不好看但是它胜就胜在个体大大家看它没有蜕皮前，这个是7厘米的黑方，它的单头特别大在这个盆已经蜕过2次皮了所以挺好看的，现在也不贵大家也都可以去尝试着去种，而且高度也不高，都是贴地飞行的状态。好，这一颗年份久了这个是雀卵玉吧具体编号我可能C 多少忘了雀卵玉这是我第一个时期玩生石花就喜欢的品种但是很奇怪这么多年它从来没有火过但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看。大家看这个头这个血脉是很深的，颜色很粗，而且相对也不是很容易土长大家看有点松，是因为我之前把这个老皮给扒掉了，所以说它有些松散但是也不影响它的这个正常生长。这一盆是这个 C393A 的紫托流玉也将近10年时间了这个在这个盆子里7、8年时间吧我也不太去浇水，我也不太去管就丢着它基本上是1年4季都是这种红色的而且相对不那么容易土长，而且这种群生的放在一起，其实确实也是蛮好看的。这个也是这个奶油寿丽玉吧这个奶油寿丽玉和这个其实是一个编号的但是这个奶油寿丽玉这边有2个小嘴，大家看到吗？这颗是我今年刚种下去的黄巴梨我本来有个洞死了1颗，那我希望跟它们能够一起复盆这个2颗也是奶油寿丽玉吧。就是红色体的，就正常体的这一类的品种是比较容易土长的，所以说你看左上角的这一颗已经有点土了但是还好，其他还好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应该也就是拿铁，大家看一下这个品相你要几颗种在一起，要一起发根复盆，而且一起都不死，一起蜕皮难度还是蛮大的这一盆我就喜欢它步调一致大家都是小清新，而且都是在一个高度上。大家看一下这颗的这个奶又特别的足其他的也没土当然这些东西算比较普通的品种了
但是因为你养的时间长了之后，你都会有感情。这一棵是云映雨啊，云映雨，它在没蜕皮前，这个纹路其实还是蛮深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啊，它都变成这么大的群生了。云映雨这个品种是小型种的，所以说你看它的单头很小，这棵也10几年了吧，单头很小，但都进入到蜕皮了。那我要做的就是完全不浇水等它皮全部蜕干净再说。这个也是很普通的这个绿子勋吧，绿子勋这个它的好看的点在于大家看这个窗还是蛮大的，蛮平的，而且我也没有把它们养土长它们也都在蜕皮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去浇任何水了基本都是贴地飞行的状态这种植物看上去真的还是赏心悦目那它的年份很大的左上角这个有点夹花，所以说这个当中呢看到有点东西，这是去年花没开出来但是你家里要开花也蛮难的那我就这样一盆一盆种在一起吧。这棵是群生的黄敏玄玉这个年份我也不说了，也是很多年的因为这种群生的，说实话，这个我用的土都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大家看它的侧面都是非常饱满的，也就是它根本就不需要浇什么水我也不去管它，就丢在这儿让它这个自然的生长吧也在蜕皮这一盆其实是五兰玉的荒玉，这个种在一起的为什么会种成这样呢？是因为去年有一盆给我晒伤了这个差不多快晒死了，但是我把它拯救了一下，又把它挖出来，重新修根，重新种在一起希望它能够继续好好长。想不到全部发根复盆了。大家看这个侧面，这侧面就是之前夏天晒伤的痕迹，看到吗？这个白色的都是晒伤了但是都在正常蜕皮了。所以说383五兰玉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品种但是这个荒玉大家一定要记住，水要少，颗粒要大不然很容易就烂了。好，再来一盆这盆也是不知名编号的这种荒玉它的美就美在了高度一致，个体都很饱满，而且略微的带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品种我有点忘了有点这种奶泡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这个这么低矮的这样摸一摸还是很解压的，很舒服然后这一盆也是这种拿铁杂荒玉或者说是什么 C374等等的一些植物这个也是贴地飞行这种贴地飞行状态就很好，就不用去浇水了这个是最普通的紫勋吧编号好像是 C1叫白变天大家看每颗都是双头这个皮是去年的皮还不是今年皮，它今年还没开始蜕皮但是个体都很饱满而且都已经稳稳的发根复盆了，所以说我要做的就是不去管它浇水同样的一个这个编号大家看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你看窗还是比较大的，看到吗？这边又是没什么窗所以这样拼在一起挺好看的这个编号我忘了其实也是寿丽玉吧之前网上把它炒作的名字叫饼干确实有点像饼干这个窗呢有一点讲不出的感觉，有点朦胧有点感觉像眼睛被蒙上了一层什么类型的东西这个很圆挺饱满的这个高度也不高也是算贴地飞行吧，这个状态看着很舒服这个是 C54这个叫岳阳玉吧，还是叫什么玉反正不是光阳玉叫阴阳玉吧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植株很饱满我上面什么土下面也是什么土基本都已经开始蜕皮了那所以说我只是不用浇水就行了。像这种高矮胖瘦真的这样摸一摸很解压，但前提你要发根你不发根就很尴尬，而且这一盆没有一颗死亡的所以说种在一起也挺漂亮的。这一盆是我非常喜欢的大金惠这个大金惠我发觉跟其他不一样，它不爱土长，其他的大金惠是非常爱土长的，就是我这一盆不知道为什么非常
不容易徒长，所以说在明年它开花的时候，我准备打种子，把它这种不徒长的这个大金会的基因传递下去。而且大家看这个芽口，这个窗非常大啊，所以大金会的别名又叫大芽。大芽以前大金会尤其这种编号很多，比方说 C128、C128A、C350，还有 FDP 吧，好像叫就是这个窗像鲨鱼齿一样看喜不喜欢我以前非常喜欢大金会但就是因为这个品种，这个货太徒长了，现在应该也在蜕皮，我就不去管它了。这个是前面白变天的变种，它叫 CEA， 叫绿变天这一颗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清楚，指甲盖一颗大小的50块现在这个已经10年了吧，也只有双头，我估计差不多也就50块钱吧它的漂亮的点在于它的颜色它这个绿是有点嫩绿色、翠绿色的，而且呢，这个窗都是很平的，只要你养成这种贴地飞行的状态，还是很有审美价值的。当然，它现在也在蜕皮了我也不去管它了，就丢着好，这个最后一盆最后一盆是绿光洋绿光洋这一盆出现的镜头出了很多次了以前的绿光洋非常贵是属于我买不起的品种。但是呢，前几年降价了当时我买来的时候是2头，记得好像是800还是600买来的2头，但它蜕皮之后马上就变成了4头，现在价格基本上稳定在200多左右一头吧因为它是4头的，所以说还是有点这个价钱的。但是呢，因为它的年份很大了而且这个我控的也比较好，也没有徒长这一颗呢这头有点长，所以我这边扒了一下皮，大家看到吗？所以说这个当中让它的新头早日见到阳光，它就不会往上长了像这种的这个年份很大的植物，根本不需要怎么去管，怎么去浇水我上面只要撒点小白药，防止它被介壳虫这个侵蚀其他的你根本不太用去管，因为它的营养已经很足了，它完全可以自己去供给1年浇个几次水就 OK 了。绿光洋为什么很喜欢？大家看这个纹路旁边就像太阳光这种发射出来的这种线状的发射性的这种纹路而且这个窗是透的，而且又是绿色的，绿色本身就比较讨喜所以说以前这个品种比较贵。当然我今年也播种了很多这个一旦播种了之后你就能够实现生石花自由了想怎么玩都行。这一盆生石花这个有的在我这儿时间不长，1-2年，有的可能已经10几年了真的都是这个心血，每一盆其实都有一定的故事我是最早先从生石花开始入坑的，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多肉植物都玩了个遍现在回过来看，我还是最喜欢生石花，我也希望能够把它们养好当然现在的价格已经非常安利我们的这个爱好者了这个小几十块钱，甚至10块钱、20块钱就可以尝试了我觉得很合适你只要把土配好、光配好这个水要管住手我觉得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把生石花养好的好，今天这个视频又有点长了我希望大家会喜欢，也不要嫌我啰嗦。然后这个视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